的，那么紧接着呢，我们要进一步来邀请量子熊团队成员之一，中原大学物理系高崇文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中华邮政即将于4月14日世界量子日发行的量子科学与技术邮票小全章。好，那这个是多年来首度以科学为主题的邮票发行，非常有意义。So now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Professor 高崇文 from Zhong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and a member of Q-Bear team to present the story behind the miniature sheet of quantu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amps, which will be released by Zhonghua Post on April 14, World Quantum 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Professor 高崇文，掌声欢迎。这一次呢，中华邮政特别为了这个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所发行的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小全章啊，那小全章的话就是4张邮票。好，那我个人的话呢。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常常在写信，所以常常在买邮票当然最近因为没有在当兵了，所以比较少写好，那这次发行的这4张邮票呢，其实都意义很深远所以呢就让我呢有这个机会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那第一章的话呢，这一章主要的主题就是普朗克常数。那这个普朗克常数是研究黑体辐射所得出来的常数，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中间这个东西呢。这个就代表黑体，那这个是光打进去一直反弹不出来看起来就很黑，就是黑体。那这个去研究这个东西呢，事实上花了科学家40年的时间那最后普朗克呢发现说，奇怪，他可以得到答案，但是他必须放进一个新的常数就是普朗克常数。那这个普朗克常数在1916年的时候呢。这个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美国科学家密立根呢，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光电效应的实验测定出它的值，那就是4.14乘以10的负15电子伏特秒。所以我们4月14号是这个世界量子日，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看一张邮票，哇，这个里面意义很深远那第2张邮票呢，这里面呢，有2个主要的图案。那这一边这个图案呢，大家看到这原子核电子在外面绕。但是呢，电子只会在特定的这个轨道上面绕，那就表示这个叫量子化条件。那另外这边这个图呢，各位看得到一束看起来像是光的东西打到了电子，然后就发出在不同的角度发出了一束光。那这2束光的波长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叫做康普顿效应。那康普顿效应呢，就证实了刚才林秀华老师提到的光。是粒子，也是波动这个有名的双向性。所以这2个东西呢，其实是在1925年之前这个康普顿散射实验是1923年做的，理论是1905年做的，波尔的模型呢是1913年做的。但是当时呢，在这个时候还有很多的东西没有这个澄清，所以最后呢，建立起一个一致完美的一个。新的力学系统呢，就是在今年不是今年，是100年前的今年好，常常会搞错所以我们今年庆祝这个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那第3张邮票呢，这里呢，大家一看到这个活猫跟死猫没有错，这是赫有名的薛定谔的猫。那薛定谔的猫呢，这边所彰显出来的就是所谓的量子态的叠加。那所谓的量子态，本来大家以为量子是电子是在稳定的轨道上跑，后来大家了解到海森堡的一句名言：电子没有在轨道上跑，那电子在哪里？电子在量子态里。所以量子态是可以加起来的东西。那量的时候呢，你要么量到这边，量到那边，你量到活猫或者量到死猫，你不会量到不死不活的猫，也不会量到又死又活的猫。好，那这个就是量子奥秘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底下这个东西呢，其实呢，你只要把这一个量子态呢连续的加起来，它就是个波。可是呢，这个波这个在1924年的时候有一位王爷，也不能说王爷，亲王德布罗意亲王后来变成德布罗意公爵，就提出了物质波的概念所以光有波跟粒子双向性，物质有质量的物质也有波动与粒子的双向性。但是更进一步呢，大家才了解说这个只不过就是量子态的一个连续的叠加罢了。那当然，这个东西后来就衍生出赫有名的测不准原理。你的范围越小，你就需要越多的波。你有越多的波，有不同的波长，你对应过来的
你的这个动量的范围不确定的范围就会越大。所以呢，今年是1925年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明年呢，就是薛定谔方程式100周年，那后年呢，就是测不准100周年，那再后年呢，就是狄拉克方程式100周年。所以呢，我们这个宣传活动要一路做到好几年以后去。好，那当然啦哈，这年头呢，因为以前这些东西啊，大概只有我们物理系的人呢听了会觉得很嗨。但刚才这个郭老师讲了，以后呢，量子力学已经不是只有物理系的专利了，量子力学全国必修了啊。那所以呢，这要讲到了，这个就是量子技术啊。那量子技术的话呢，最近非常的热门，因为大家讲到量子资讯啊，好，然后大家都担心，哎呀，我银行密码会不会这样破解掉啊？用了量子电脑会不会破解我家银行账号的密码哈？那所以这个东西不得了了啊。所以你看呢，第一个这个叫布拉赫球，就是为什么量子电脑这么厉害呢？因为现在的电脑呢，你的逻辑讲要么0，要么1，我这个地方。我可以把0跟1叠在一起，所以我可以同时做很多的工作。好，那另一方面呢，量子通讯，那量子通讯为什么那么厉害呢？各位可以看得到第4张邮票这张图这个就量子纠缠。所以量子纠缠的话，我在这边量我在月球上做实验，我如果一开始让这两个物体形成一个量子态纠缠在一起的时候，那边量完，我影响到这边，瞬间就达成。哇，心电感应嘛，瞬间耶所以这个是当年爱因斯坦因为讨厌哥本哈根诠释所发展出来的这个论证没有想到呢这个原来是真的量子力学果然就是这么的神奇。所以这个东西，量子通讯量子这个计算，这个是将来人类文明呢非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谁能够先做到这一步，谁就变成是世界上的霸权。那我们在这场游戏里面当然不能落后嘛所以量子力学全国必修，请大家一起支持。好，哇，谢谢高教授非常精彩的分享。